发现深爱的妻子出轨了外国男人，我没有声张，因为他不仅想给我戴绿帽子，还企图偷走绝密文件当投名状。他连我的孩子都故意打掉，只为给那个洋人生下私生女。他以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他耍得团团转，却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是世家的第3代传人。看着不远处他和情夫相拥的画面，我冷笑着拨通了科研公司的举报电话。我挂断电话后没多久，徐子晴的手机就响了，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眼底还流露出一抹惊慌。他连忙将手中的孩子塞回了何静怀里，着急忙慌就要离开。老婆，你要去哪里？不是说好今晚陪我和女儿的吗？何静不明所以，拉住他的手疑惑问道。徐子晴却没有心情跟他解释，甩开他的手上了车。他重新回到机场，在得知我也没有坐上回国的飞机后，开始疯狂给我打电话。我没有理会，而是正襟危坐地看着面前2名科研公司的同事，其中名叫刘伟的安保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张书豪，你所举报的事情事关重大，如果所言为虚，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郑重点头，一字一句地说：刘队长，我会为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这一次我和徐子晴的唯一任务，就是护送核心技术回国。有一天晚上我忘了关电脑，电脑的摄像头恰好录下了他在我牛奶里加安眠药，等我熟睡后偷偷离开酒店的画面。我这才知道，原来他每天晚上都会偷偷去郊外，直到天快亮才回来。这里面是那段监控视频和徐子晴每晚离开酒店后的行动轨迹。我将一个 U 盘放到了桌子上，刘伟和另一名同事对视了一眼，立马问道：那现在科研公司的核心技术是否在徐子晴手里？我点点头后又摇摇头。当初为了防止核心技术泄露，我和徐子晴一人保管了一半的资料。我敢保证，我负责的资料除了我以外，绝无第2人知晓。但徐子晴我就不敢保证了。刘伟呼吸一滞，拿起桌上的 U 盘后立刻起身。我们现在需要核实你提供的信息和证据，这段时间你暂时不能离开这间会议室，希望你理解。我平静地点了点头。还在机场的徐子晴因为联系不到我已经彻底慌了，他准备回酒店找我，结果刚走出机场就被10几名全副武装的安保团团围住，他吓得脸色瞬间惨白，险些瘫软在地。你就是徐子晴吧？请跟我们走一趟。不等他开口，2名安保已经反扣住他的双手，将他押上了安保作战车。徐子晴也被押回了大使馆。我一扭头，正好与他四目相对，他的瞳孔猛地一缩，随即立刻冲着我大声咆哮：张书豪，是不是有病？我是你老婆，你竟然如此冤枉我！我没有说话，只是冷漠地看着他。老婆，半个小时前他还抱着另外一个男人啃，腻歪地喊他老公。如果他真当我是丈夫，又怎么会在我封闭研究室出国生下情人的孩子？现在复仇游戏正式开始，不到半个小时，刘伟就已经查到了何静，甚至还知道了徐子晴为何静生了一个私生女。刘伟拿着调查出来的资料，再次坐到了我对面。张书豪，关于你妻子徐子晴出轨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对上他犀利的眼神，我的确在之前就知道她出轨了，但我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前途去报复她。我是在调查她出轨证据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的。哪里不对劲？她的出轨对象是个外籍男人，家里有很深的海外背景。这个消息当然不是我调查出来的，而是何静为了炫耀和挑衅主动跟我说的。她的突然出现，彻底粉碎了我对爱情、对家庭的所有幻想。刘伟眉头紧皱，仅凭这一点，你就认定他勾结商业间谍，倒卖科研机密？我的眼眶蓦地就红了，声音里还带上了能轻易察觉颤抖和悲痛。刘队长，家丑我不想对外说，但事关科研机密，我不敢有任何隐瞒。大家以为徐子晴当初是不小心流产的，可其实我从聊天记录上看到，她是为了那个小三儿故意打掉我的孩子，又趁我封闭研究出国，跟那个男人生下了私生女。我的确看到了徐子晴和何静的聊天记录，但那个时候她已经流产了。我之所以这么说，只是想让所有人的关注重心放到聊天记录上。果然，刘伟立刻反问：聊天记录上里都有什么？除了一些调情的话以外，那个男人问的最多的就是徐子晴的工作内容。说到这儿，我顿了一下，才继续道：我外祖父其实是科研公司的第一任总负责人，祖父也曾在科研公司任职，在他们的耳濡目染下，我对有些信息还是比较敏感的。刘伟闻言十分意外地看向我，而这也是正是我的底牌。
有外祖父和祖父为我背书。刘伟在开口，语气也客气了许多。你放心，我们会继续深入调查的。我们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尤其是危害科研安全的坏人。我点点头，委婉提醒道：聊天记录应该已经被徐子晴删掉了，但他有一个加密的文件夹，就连我都不能看。那里面或许会有你们要找的东西。刘伟离开后没多久，会议室外面再次传来一阵骚动。原来是何静，他眼里一片惶恐，在看到不远处的我时，突然发疯一样朝我扑来。在被安保拦住后，他又朝着我低吼道：张书豪，你究竟对我和子晴做了什么？我勾了勾唇角，眼底满是嘲讽。没什么，我只是把你们对我和我的孩子做过的事情还给了你们而已。哦，对了，徐子晴不是说有你的地方才是家吗？我这不是在成全你们吗？何静脸上的血色瞬间尽失，过了好半天才尖叫出声：你这个，怪不得没有人爱你，怪不得子晴连碰你一下都觉得恶心。如果放在1个月前，我或许会因为他的话伤心难过，但现在他们骂得越狠我越高兴，因为他们慌了。因为兹事体大，我和徐子晴被秘密送回了国。至于何静，因为她是外籍人员，有些手续还没办完，只能暂时留在大使馆内。在飞机上，徐子晴一直想找机会跟我说话，但都被阻止靠近我。看着他憋屈而又焦急的神情，我心中生出了几分快意。徐子晴，你就已经害怕了吗？可现在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飞机落地后，徐子晴被关进了小黑屋，等待进一步审查，而我也因为是重点保护人员，住进了指定的酒店。很快，刘伟带着科研公司的现任总负责人周峰找到了我。周峰眼神如鹰，气势逼人。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张涛领导的孙子。我点了点头，闻言，他的语气放缓了几分。我相信张书豪一定不会说假话。只不过我们也初步审问了徐子晴，他坚称自己只是作风问题，并没有背叛公司。你的举报完全是出于愤怒和嫉妒。何静也说，他只是和徐子晴正常恋爱，从来没有过问过对方的工作。聊天记录里的那些问题，不过是普通人对保密单位的好奇而已。我讥讽地笑了笑，随后拿出手机点开了相册。正常恋爱，好奇。徐子晴不止一次在没有申报的情况下带何静进入我们单位的机要部门参观。何静多次向徐子婷表达对我的羡慕，说自己也不想坐在家里当奶爸。20多年前，希望能有一份和我一样的体面工作。于是，他打算利用自己副总监的身份，为何静伪造简历，特招进我们单位做实习助理。我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伪造的简历以及聘用通知书。可像我们这种单位，是严禁录用外籍人员。周峰的眼底立刻阴云密布，他重重拍了一下桌子，简直无法无天！与对面两人的愤怒不同，我始终平静如波，仿佛正在被调查的人跟我没有半分关系。你说的这些，我们都会一一核实。周峰说到这儿，轻叹了口气。张老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科研公司干部，如果他还在世，知道自己的孙子受这样大的委屈，一定会非常难过。我摇了摇头，认真道：在科研成果安全面前，我的个人荣辱和情绪完全不值一提。撇开我和徐子晴的个人恩怨不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卫星人才。我也希望他是被冤枉的，这样他就能继续为我国的卫星事业添砖加瓦。话虽如此说，但我心里比任何人都明白，现在涉外问题现在本就敏感，徐子晴还想利用职权招聘外籍人员进机要部门，就算找不到他倒卖科研机密的实质性证据，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前途尽毁。周峰看向我的眼神多了几分敬意。书豪同事，那你先好好休息，事情有任何进展，我们都会通知你。我起身送两人出门，刚走到门口，我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立马补充道：何静好像提到过，他的养父是 M 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但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也不太清楚。你们或许可以从这方面入手调查。我眉头紧皱，像是在从日常生活中回想什么蛛丝马迹一般。周峰瞳孔猛地一缩，眼底瞬间凝结成霜。我们一定会尽快调查清楚你提供的线索。如果徐子晴真的叛国了，即使他是卫星天才，我们也零容忍。我看向窗外，
雨是在逐渐变小，我人生中的这场大雨也终于要停止了。我提供给周峰的关于何静养父的重要线索，让调查进度加速了好几个档位。徐子晴很快就被秘密转移到一个更为隐蔽的地点进行隔离审查，除了相关调查人员以外，谁都打听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岳母罗芬的电话和短信如泄洪般涌入我的手机。张书豪，我闺女呢？为什么我联系不到她？有人说是你将我闺女给举报了，你这个孽种，你非要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才甘心吗？如果我闺女出了什么事儿，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看着这一条条辱骂短信，我的心中冷笑连连。我和徐子晴的婚姻，罗芬一直持反对态度。再加上这么多年我们两人无所出，他对我就更加不待见，稍有不顺心就会打电话来责骂我。我也确实因为那次徐子晴的流产而心生愧疚，所以对他是能忍则忍。后来徐子晴流产进医院，他怒气冲冲跑到医院，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是丧门星。他还说我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好，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一直不理解罗芬为什么对我这么排斥，直到那天我无意间听到了他和徐子晴的谈话。闺女，你什么时候带阿静和我孙女回来看我啊？妈，阿静是外籍人员，不好随便回国，更何况书豪还在呢。你想让他发现阿静和欣欣的存在吗？罗芬冷哼了一声，那个丧门星真是碍眼，就因为有他在，我才一直不能和我的女婿和孙女见面。你什么时候跟他离婚？他话还没说完，徐子晴就一脸不耐地打断道：离什么离？我想要爬到科研公司更高的位置，还要靠书行家的背景呢。等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我自然会一脚将他踹开。所以你以后见了他态度也稍微好一点。想到这儿，我的心还是不由自主抽痛了一下。我深爱的妻子，原来对我只有利用。我敬重的婆婆，早已认了别的男人做女婿。我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紧接着，科研公司的董事长找到了我。徐子晴不仅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学生，还是他私底下认的干女儿。他见到我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书豪啊，你和子晴是夫妻，夫妻间有矛盾很正常，你们关起门来解决就好。如果因为一时之气闹大了，不管是对你还是对他，都没有任何好处。何静养父的事情，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迎上他审视的目光，我语气坦然：董事长，我只是在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把自己的怀疑如实上报给了公司。何静养父的事情，是他自己为了挑衅我，为了向我证明他对徐子晴的帮助更大，主动跟我说的。至于徐子晴对此是否知情，我相信组织会调查清楚。我说的都是真话。何静养父的确想通过何静接触徐子晴，只不过被徐子晴严词拒绝了。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养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情妇在身边，没有人再会相信他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次日，周峰再次找到了我，他的脸色格外严肃，眼底也没有一丝温情。张书豪，我这次来是代表公司感谢你的。我们已经查清楚，徐子晴确实是叛徒了。我手指骤然攥紧，心也猛地一跳。徐子晴真成叛徒了。看来我还是高看了徐子晴。她不仅在感情上是个渣女，在科研信念上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败类。我惊诧的反应落在周峰眼里再正常不过，毕竟我只是一个提供情报的怀疑者，又不是宣判对方有罪的审判者。周峰点了点头，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何静的养父史密斯是 M 国情报部的副部长，徐子晴和何静的美丽邂逅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场意外。何静的手机里还装有窃听器和追踪器，他和徐子晴的每一次聊天和私会都在史密斯的严密监控下。不仅如此，我们还查到徐子晴带何静进入科研公司参观时，都特意避开了安检，所以没有人发现何静的身上带有隐形摄像头，甚至包括徐子晴电脑里的所有资料，都存在泄露的可能。我愣在了原地，手脚冰凉。对徐子晴的审查也立刻升级到了最高级别，审讯他的人也从普通科研公司安保变成了专业人士。审讯室里的徐子晴看到一份份如山铁证摆在他的面前，直接红了眼，他额头青筋暴起，愤怒地咆哮着：我不是叛徒，这些都是假的，假的！何静是我的情人没错，但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养父是做什么的，更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也的确带何静参观了我们科研公司，但我根本不知道他身上带了隐形摄像机。
你们说我作风有问题，说我是人渣，我都承认，但你们不能怀疑我的信仰。可非但没有人相信他，看向他的眼神还愈发鄙夷。一个背叛丈夫、背叛家庭的人，心中还有什么信仰可言？罗芬在知道徐子晴的事后，立马找上了门。一看见我，他就想冲上来厮打我，结果被保护我的安保给拦了下来。他只能站在3米开外的位置，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张书豪，你这个毒血心肠的人，你不得好死！我闺女上辈子究竟是造了什么孽，才会嫁给你这个灾星？哪里还有半分当初科研公司副董事长母亲的体面与得意？你这是要逼死我闺女啊！我要跟你拼命！”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任由他撒泼打滚。等到他骂累了，瘫坐在地上，我才缓缓开口：“罗女士，徐子晴和何静的事情，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吧？甚至你还在他们私生女出生时特意送去了一个金锁。”罗芬闻言，眼中的怨毒瞬间凝滞住了，脸色也变得苍白。好半天，他才再次开口：“我知道又如何？阿静就是比你强100倍、1万倍。”我冷嗤一声：“那你知道何静是商业间谍吗？他跟你女儿在一起，完全是为了从你女儿口中套取我们公司的机密。你女儿之所以会落得今天的下场，都是因为你心目中的好女婿。对了，你知道徐子晴为什么会流产吗？是因为她只想生下何静的孩子，但是很可惜，那已经是一个成型男胎。”这一刻，世界仿佛都静止了。罗芬脸上的愤怒和恨意瞬间褪去，变成了震惊和不敢置信。男胎不是女孩吗？张书豪，一定是你胡说八道的！我不相信，我不再理会他，直接转身离开。在所有人的眼中，不管徐子晴和何敬承不承认，他们一个是叛徒，一个是间谍。但我知道，何静不过是一个有点恋爱脑又有点虚荣的人，因为间谍不会这么愚蠢，把所有事情都捅到我面前。在巨大的压力下，何静很快就将他和徐子晴之间发生的事情全部交代得一清二楚。史密斯确实是他的养父，对方告诉他有办法将徐子晴永远留在 M 国，一辈子不用和他还有女儿分开。何静信了，所以他才会哄骗徐子晴带他去科研公司参观，还任由史密斯在他的手机里安装窃听和追踪软件。他哭得很是可怜，但坐在他面前的人不是徐子晴，没有人会心软，会同情他。何静很快也被押送回国。在得知自己将会面临商业间谍罪的起诉时，何静强烈要求见我一面，没有任何犹豫，我答应了他的这个请求。见到我的第一眼，他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朝着我拼命磕头。张书豪，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破坏你的家庭，更不该发消息挑衅你。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你去跟你们公司的人说，这一切都是误会，好不好？我女儿还在家里等我呢，看不见我她会哭的。你也是男人，你以后也会做父亲的。你真的忍心看一个孩子失去母亲的同时又失去父亲吗？他说的颠三倒四，哭得撕心裂肺，额头更是一下下的磕在冰冷的地板上，很快就通红了一片。但我心底非但没有丝毫动容，反而愈发冰冷。孩子，你也配在我面前提起孩子2个字？你该不会已经忘了我的孩子是怎么没有的吧？怎么？难道你的女儿就是宝？我告诉你，私心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和徐子晴能遭到报应，更何况你找我也没用。这件事儿早已不是我们3个之间的恩恩怨怨了。我看着他，而是上升到了科研安危。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雨夜，在我后悔没有好好照顾徐子晴，导致她流产时，徐子晴正在万里之外的 M 国和何静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相聚。何静也听出了我语气里的浓浓恨意，哭声戛然而止，她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你和徐子晴的事，法律自会审判你们，我等着看你们的最终下场。半个月后，泄露科研公司机密案秘密开庭了，我因为是整件事的检举者和重要证人，也被要求出席。时隔将近20天，我再次见到了徐子晴。此时的她身上穿着橘色的囚服，手腕还戴着冰冷的手铐，哪里还有当初作为公司重点培养的高科技人才的意气风发，眼底只剩下一片死寂。她看到我，眼底也迸发出强烈的恨意。张书豪，是你毁了我，都是因为你好狠啊，好狠啊！我只是一言不发地静静看着她，我的狠都是她逼出来的。结婚时我就告诉过她，如果有一天不爱了，
大大方方告诉我就好，我会自觉离开。但是他没有，反而选择了伤害我，那他也没有资格责怪我。宣判最终裁决之前，法官看向了我。证人张书豪，你作为徐子晴的配偶，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徐子晴也下意识看向了我，眼中带着我看不懂的情绪。我缓缓起身，目光从他的身上扫过，最后落在了法官身上。我希望法庭能批准我的离婚申请。我的话让徐子晴眼中最后一丝光芒也熄灭了，她辛苦努力了30年的成果和荣誉在这一刻彻底灰飞烟灭。这个结果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我知道他这辈子都完了。在被法警带离法庭时，他路过我身边时说了一句：书豪，你满意了？他声音很轻，却带着极易察觉的绝望和怨恨。满意吗？我不知道。毁掉了他引以为傲的一切，让他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阶下囚，这确实是我所希望的。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开心。还记得我刚和徐子晴在一起时，我们是那样的合拍和幸福。我们曾一起许下承诺，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让科研技术有质的飞跃。可惜现在却是一个亲手将另一个送进了大牢。原以为徐子晴会是我相伴一生的爱人，可没想到最后却成了你死我活的死敌。如果早知是这样的结果，我宁愿我们从未相识。何静的判决也很快下来了，虽然他是外籍人员，但也被法院强制判处了有期徒刑15年。等他15年后出狱，他将会被强制遣返回国。至于他们的女儿欣欣，听说被送去了当地的福利院。对于那个孩子，我心中还是有几分愧疚的。父母有罪，可稚子无辜啊。等所有事情全都尘埃落定以后，周峰亲自接待了我。张书豪，我代表科研公司要向你表示感谢。这一次，他对我的态度不仅温和，其中还带着一丝敬意。如果不是你心思细腻，在日常生活中察觉到了异常，为公司避免了重大损失，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在经过商量后，决定为你庆功。这是公司为你颁发的荣誉证书。我坐在那里，看着手中红彤彤的荣誉证书，心中五味杂陈。我亲手把我的妻子送进了监狱，毁掉了一个无辜人的幸福家庭，却换来了普通人一辈子也求不到的荣誉。这难道不是最讽刺的事情吗？其实我这么做也不是完全没有私心的。不等我把话说完，周峰已经打断了我的话。书豪啊，事已至此，你也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举报徐子晴，你都立了功，这本荣誉证书是你应得的。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下过往的一切，继续竭尽所能的为科研做贡献。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我以为事情到此应该已经彻底结束了，可谁知道监狱突然传来消息，徐子晴试图在监狱里自杀。你说什么？我一脸震惊地看着面前的周峰，大脑也是一片空白。周峰也是一脸沉重，似乎也没想到徐子晴竟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昨晚狱警巡逻时，发现他用床单缠住了自己的脖子，不过还好发现的及时，人被抢救回来了。他现在在医院里，说想要见你一面，我们也希望你能去劝劝他。我犹豫再三，还是点了点头。我跟着周峰来到医院，罗芬就在病房门口哭得要死要活，一看到我，他双眼立刻迸发出化不开的恨意。张书豪，你这个孽障，你现在满意了吧？如果我闺女真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就是杀人凶手！我没有理会他的咒骂，而是跟着周峰进了病房。徐子晴就躺在病床上，脖子处有一道触目惊心的红痕，看上去比上次在法庭上见到时还要消瘦许多。他整个人就像一具失去了灵魂的木偶。我呼吸一滞，我恨他。为了报复他，我亲手把他送进了监狱。可真的当我看到他如此模样时，我心里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就像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堵住，喘不过气来。徐子晴听到了开门声，扭头朝我看了过来，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他睫毛颤动了一下。你来了。我点点头，在他的病床边坐了下来。周峰给了我一个眼神后，就自觉离开了病房。一时间，病房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缓缓开口。听他们说，你想见我。徐子晴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哑着嗓音开口道：书豪，你解气了吗？什么？我有一瞬间的怔愣，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他的意思。病房内又陷入了一片沉默。解气吗？或许有那么一瞬间的解气吧。可此时此刻，当我看到躺在病床上不成人样的人时，我心里只觉得悲哀。为什么我和他就走到了这一步呢？我轻叹了口气，轻声道：你还有母亲，还有女儿，所以好好活着，哪怕是为了这些还爱着你的人。说完，我站起身，转身准备离开。
他忽然叫住我。等一下！我回头一看，才发现他的双眼不知道何时红了。对不起。我眼底也一阵酸涩，平复好心中的情绪，我才出声。徐子晴，对不起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不会因为的一句对不起，就原谅你对我做的一切。徐子晴嘴唇颤抖，好半天才说出一句：别恨我。我轻笑了一声，随即摇了摇头。我不恨你。徐子晴的眼神瞬间亮了一下，但我接下来的话彻底打破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说：我不恨你，因为你不值得我再将情绪浪费在你身上。徐子晴，我不恨你，但也不会原谅你，永远不会。还是那句话，为了现在依旧爱着你的人，好好活着吧，哪怕是给他们留一个念想的。但我希望，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说完，我直接开门离开，将病房内压抑的哭声关在了门内。那次以后，徐子晴没有再闹什么幺蛾子，她托人给我带话，说是会好好活着。我只是笑了笑，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即使徐子晴再三保证她管理的资料没有泄露给任何人知道，但保险起见，所有研究都要推翻重来。我带领着团队再一次投入到了没日没夜的科研中去。终于在半年以后，我们成功设计出了最新的核心技术，而我也因此被顺利提拔为了科研公司的副董事长。生活似乎真的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可不幸的消息再一次传来，徐子晴被查出了肝癌晚期，最多还有1个月的生命。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一个人在沙发上静静坐了一夜。我不知道自己是该说一句老天有眼，恶有恶报，还是应该感叹命运弄人。想死的时候被成功救活，不想死的时候，生命却开始进入了倒计时。不到半个月，徐子晴的死讯就已经传入了我的耳中。我并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但她临终前写给我的信还是送到了我的手中。书豪，虽然我知道你不想听，但我还是想再次对你说一声对不起。我原本想听你的话，好好在监狱里改造的，但或许是我罪大恶极，老天连忏悔的机会都不给我。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我就能去地下给我们的孩子赔罪。书豪，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希望下辈子我能有机会弥补我的过错。如果你愿意的话，对不起，祝你幸福。看完信，一滴眼泪滴落在了信纸上，随着打火机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嗒声，一簇幽蓝色的火苗窜起。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徐子晴留给我的那封绝笔信在火光中卷曲发黑，最终化为一撮灰烬，随风飘散在阳台外。下辈子我们还是不要再见了。我喃喃自语，仿佛在给这段长达7年的感情下达最后的判决书。徐子晴的葬礼极其简陋，因为她背着泄露科研机密的案底，曾经科研公司的那些同事朋友无一人到场，就连曾经最赏识他的董事长也对这个名字讳莫如深。我虽然没有出席，但在他下葬的那天下午，我还是买了一束最普通的白菊，远远地去了趟郊外的公墓，不为缅怀，只为彻底将过去翻篇。公墓里冷冷清清，我还没走近，就听到了一阵凄厉的嚎哭声，是罗芬。短短1个月没见，曾经那个颐指气使，总是打扮得珠光宝气的贵妇人，此刻头发花白，像个疯婆子一样瘫坐在徐子晴的墓碑前，干瘪的双手死死扒着冰冷的石碑。我的好闺女啊，你怎么就这么狠心丢下妈走了？都是那个灾星害的，如果不是他，你现在还在 M 国享福啊！听到脚步声，罗芬猛地回过头，在看清是我的那一刻，他浑浊的眼珠瞬间充血，整个人像一只发疯的恶狗般朝我扑了过来。张书豪，你这个杀人凶手，你还敢来还我女儿的命来！我要杀了你！我侧身一步，冷冷地避开了他的扑打。罗芬收不住力，重重地摔在了满是泥泞的地上，满身狼狈。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罗女士，杀你女儿的不是我，是她的贪婪，还有你的纵容。我把那束白菊随意地放在墓碑旁，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当初何静用不干净的资金给你买那些名牌包、金首饰的时候，你笑得挺开心的。你明知道那是个来路不明的外籍男人，却依然为了虚荣，鼓励你女儿和我虚与委蛇。现在这一切，不过是你们咎由自取。罗芬趴在地上，浑身发抖，指着我的手不停地哆嗦。你不得好死！我活得很好，而且会越来越好。倒是你，罗女士，你该不会以为何静的那些孝敬钱，你能安安稳稳地花下去吧？
罗芬的脸色瞬间灰白，连哭声都卡在了嗓子眼里。我的警告并非恐吓。科研公司的调查是极其严密的。何静作为 M 国的人，他在国内所有的资金往来都被查了个底朝天。罗芬不仅收受了何静大量的财物，甚至当年去 M 国探望徐子晴生下私生女时，所有的开销也都是由境外组织提供的资金买单。3天后，相关部门雷厉风行地冻结了罗芬名下的所有资产，包括徐子晴曾经买给他的那套大平层也被依法查封。习惯了锦衣玉食的罗芬，在一夜之间流落街头。听说他后来不要脸面地跑到科研公司大门口闹事，企图道德绑架，让单位看在徐子晴曾经苦劳的份上给他一笔抚恤金，甚至还妄图大闹我的办公室。但他连大门都没进去，就被安保像扔垃圾一样扔了出去。以前对徐子晴视若己出的董事长，在得知事情的完整经过后，只下了一道死命令：如果这个老太婆再敢踏进单位半步，直接报警，以寻衅滋事处理。我们科研公司丢不起这个人。自那以后，罗芬彻底在我的世界里销声匿迹。有人说在街头看到他捡破烂，也有人说他精神失常，逢人便说自己的女婿是 M 国高管。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拔除掉生活中的毒瘤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新的科研项目中。我们团队接手了被推翻重来的核心技术研发，代号为破晓。因为之前徐子晴的背叛，整个项目的安全级别被提升到了 S 级。作为副董事长和项目总负责人，我的安保级别也随之直线飙升。这天深夜，我刚从实验室出来，揉了揉发酸的眉心，一辆挂着特殊牌照的黑色红旗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科研公司楼下。车窗摇下，露出了科研公司局董事长周峰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书豪，上车聊聊。我心里微微一沉，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按照常理，徐子晴和何静的案子已经结案，周峰这种级别的人物不该在深夜突然造访。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厢内的气压很低。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周峰递给我一份绝密文件，声音低沉。何静的养父史密斯在 M 国情报系统内被降职了，这不是好事吗？他安插在我们公司的钉子被拔了，自然要受处分。不仅如此，我们安插在海外的线人传回情报，史密斯认为是你亲手毁了他筹谋多年的情报网，甚至让他失去了何静这个得力棋子。这个老狐狸不仅是个极端的狂热分子，还是个睚眦必报的疯子。书豪，破晓项目即将进入关键期，而你已经被史密斯盯上了。听到自己被 M 国情报员盯上，我并没有感到恐慌，反而有一种血液沸腾的冷静。外祖父和祖父2代科研公司人的血脉在我身体里流淌，面对敌人的威胁，我本能地感到兴奋多过畏惧。需要我怎么配合？好小子，有你爷爷当年的几分胆气。他顿了顿，语气重新变得严肃。敌暗我明，史密斯不可能大张旗鼓地派人入境暗杀你，这不符合他们的行事风貌。他们更擅长渗透、伪装，甚至制造意外。从明天起，你的安保级别提升至最高。除了外围的暗哨之外，科研公司会派一名顶尖的安保人员，作为你的私人助理兼贴身保镖，24小时保护你的安全。周峰话音刚落，坐在副驾驶上的一个身影转过了头。你好，张先生，初次见面，我叫林夏。接下来的日子，辛苦你了。林夏没有寒暄，直接进入工作状态。张先生，从现在开始，你的通勤路线、饮食起居以及所有非工作性质的社交活动，都必须经过我的安全评估。另外，我们怀疑科研公司内部或者你的外围生活圈中还有史密斯埋下的商业间谍。我们这次的目的是引蛇出洞。我心头一震，徐子晴并不是史密斯唯一的棋子。好，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第二天一早，林夏以我新任行政助理的身份正式入驻科研公司。他的办事效率极高，不仅帮我挡掉了许多无关紧要的应酬，还在暗中将我办公室和家里的所有通讯设备重新做了一次反监听排查。平静的日子仅仅过了不到1周。这天中午，前台突然打来一个电话。张副董事长，楼下有个自称是福利院院长的人找您，说是有关于何静女儿那个叫欣欣的小女孩的事情，孩子好像出事了。我握着电话的手微微一顿。欣欣，徐子晴和何静的那个私生女。坐在沙发上擦拭着钢笔的林夏猛地抬起头，眼神犹如鹰隼般锁定了我的电话。张先生，这是一个破绽。林夏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冷冷说道。敌人最喜欢利用的就是人的同情心和愧疚感。我挂断电话，冷笑了一声。愧疚感，那是对人而言的，
而对那些试图危害科研成果的渣子，我只会有斩草除根的决心。走吧，林助理。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外套。我们去会会这位福利院院长。科研公司1楼的会客室里，坐着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夹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局促地攥着一个破旧的公文包，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常年为经费发愁的基层福利院院长。看到我走进来，他立刻站起身，满脸堆笑，却又带着几分焦急。张副董事长，实在抱歉，在这个时候打扰您。我是阳光福利院的院长，我姓王。我没有和他握手，只是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语气冷淡。王院长，有事直说吧。王院长搓了搓手，眼眶竟然微微泛红。是关于欣欣那孩子的。自从何静被判刑，徐子晴去世后，这孩子就一直留在我们院里。可是他昨晚突发急性骨髓炎，现在正在市郊的仁爱医院抢救，医生说情况很危险，孩子可能烧糊涂了，一直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张副董事长，我知道这对您来说很不公平，但您毕竟是他母亲名义上的前夫，您能不能大发慈悲，去医院看他最后一眼，就当是可怜可怜这个无辜的孩子吧。他说的声泪俱下，甚至做事就要给我跪下。我静静地看着他的表演，心里却冷笑连连。演技不错，剧本也写得很符合人性的弱点，只可惜漏洞百出。第一，徐子晴和何静的私生女，怎么可能对我这个被绿了的前夫有任何感情依赖？他甚至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第二，这个自称常年伏案工作，为孩子们操劳的王院长，右手却有着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握刀才会留下的痕迹。我没有立刻拆穿他，而是恰到好处地露出一丝挣扎和不忍。沉默了片刻后，叹了口气。孩子毕竟是无辜的。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走吧，带我去看看。听到我答应，王院长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连声道谢。走出会客室的瞬间，林夏不动声色地按了一下耳麦，低声吐出几个字：鱼咬钩了，收网行动准备。我们并没有坐王院长开来的那辆破旧桑塔纳，而是上了林夏驾驶的防弹越野车。王院长见状也没敢多说什么，只能开着车在前面带路。市郊的仁爱医院是一家有些年头的私立医院，位置偏僻，四周是被拆迁了一半的废墟。刚踏入住院部大楼，我就察觉到了一丝诡异的安静。整个1楼大厅连一个挂号的病人和值班护士都没有，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抢救室在3楼，张副董事长这边请。王院长走在前面，原本佝偻的后背不知不觉挺直了几分，连步伐也变得沉稳有力。我们跟着他上了3楼，走廊尽头是一扇紧闭的铁门。就在王院长推开铁门的一瞬间，异变陡生。原本走在前面的王院长猛地转过身，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刀，直指我的喉咙。与此同时，走廊两侧病房的门被猛地踹开，4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男人冲了出来，手里全都握着寒光闪闪的3棱军刺，瞬间将我和林夏包围。王院长脸上的老实巴交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令人胆寒的狠戾。史密斯先生想请您去 M 国做客，跟我们走一趟吧。面对刀锋，我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嘴角反而勾起了一抹嘲弄的弧度。就凭你们几条杂鱼，也配代表史密斯请我？王院长眼神一凝，砰！一声沉闷的踢腿声打破了走廊的死寂。林夏的动作快得几乎肉眼无法看清，出腿踢刀，一气呵成。王院长惨叫一声，刀掉落在地。那4个白大褂见状，怒吼着挥舞军刺向我们扑来。林夏冷哼一声，将我护在身后，不退反进。他犹如一头敏捷的黑豹冲入人群，一个挨密的擒拿夺下最前面一人的军刺，反手一记重击砸在对方颈动脉上，那人瞬间软绵绵的倒下。与此同时，走廊尽头的窗户被猛地撞碎，几个全副武装的科研公司安保神兵天将。科研公司局，放下武器，抱头蹲下。原本空荡荡的1楼也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大批安保瞬间涌入，将整个3楼围得水泄不通。前后不到1分钟，这4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境外死士就被死死地按在了冰冷的地砖上。我走到捂着手腕、满脸痛苦与震惊的王院长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回去转告史密斯，我声音冰冷如刀。这里是中国，不是他能随意撒野的地方。他派来多少人，我就让他折损多少人。刺杀未遂的当晚，科研公司的审讯室灯火通明。那几个境外特工虽然经过抗压训练，但在科研公司局专业的审讯手段和铁证面前，心理防线很快土崩瓦解。周峰拿着新鲜出炉的口供来到我的临时休息室，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书豪，你这次的直觉救了你一命。这帮人确实是史密斯圈养的死士，他们的原计划
根本不是在医院动手。如果今天林夏没有上任，按照你原本的工作安排，你下午会单独开车去南区的数据中心视察。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在南区那条没有监控的盘山公路上制造车祸，然后将你秘密绑架出境。是因为林夏改变了你的安保级别，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他们才不得不启用福利院这个备用诱饵。我端着咖啡的手微微一顿，后背惊出了一身冷汗。西南区视察的行程是我昨天下午才临时决定的。我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周峰。我的行程没有录入系统的公开备忘录，知道这件事的只有参与破晓项目核心会议的那5个人。没错，史密斯之所以敢这么猖狂，是因为你们科研公司的最高层里有一根他埋得极深的钉子。徐子晴当初职位不高，他能那么顺利的带何静避开安检进入机要部门，甚至企图伪造简历。如果说上面没有人给他行方便打掩护，你信吗？我猛地攥紧了拳头，骨节泛白。原来徐子晴的背叛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堕落，更是一张巨大商业间谍网露出的冰山一角。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你们怀疑谁？目前还不好说。这5个人都是花费重金培养的顶级专家，甚至有人享受特殊的科研津贴。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会引起极大的恐慌，甚至导致破晓项目彻底停牌。林夏推门而入，将一份全新的加密文件递给我。所以，我们需要你配合演一场戏。既然内鬼急于向史密斯传递关于你的情报，那我们就给他创造一个传递情报的绝佳机会。我翻开文件，看清了上面的计划代号“捕风”。我合上文件，眼底闪烁着冰冷的锋芒。明天上班，我会把鱼饵撒下去。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哪路神仙，在喝着科研的血，干着卖科研的勾当。第二天一早，我像往常一样踏入了科研公司的大门。除了跟在我身边以行政助理身份示人的林夏，没有人知道我昨晚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一线的暗杀。上午10点，我以破晓项目总负责人的身份，召集了所里的5位核心高层开绝密会议。坐在主位上的是一手提拔了徐子晴，还曾劝我家丑不可外扬的李建国董事长，其他人则是负责各个核心子项目的副总工。我环视了一圈会议室，将一份用红色封皮装着的文件扔在了桌子中央。各位，昨天深夜我们在复核徐子晴留下的卫星轨道算法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我故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带着几分疲惫和压抑的愤怒。如果不把这个底层逻辑重写，一旦破晓卫星升空，敌方只需要一段特定的频段干扰，就能直接接管我们的卫星控制权。这怎么可能？之前的几次模拟测试不是都过了吗？徐子晴这个贱人，难道在算法底层留了后门？李建国董事长眉头紧锁。安静！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说好，漏洞能修复吗？能。我连夜推演出了修复补丁，但是这个补丁的源代码极其敏感，为了防止被窃取，我把它单独存在了 A 区最高保密级别的独立服务器里，没有联网。今晚凌晨2点，我会亲自带着物理密钥去机房进行最后的数据编译。在编译完成前，这段代码就是破晓的命门。会议结束后，众人神色凝重地散去。书豪啊，你最近压力太大了，徐子晴的事儿给你造成了那么大伤害，你还要顶着这么重的科研任务，今晚还是让我替你去机房盯着吧。我心底冷笑，面上却装作感激的模样。董事长，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您年纪大了，熬夜伤身体，还是我来吧。走出会议室，林夏压低声音对我说：“鱼饵已经撒下去了，今晚就看哪条鱼会忍不住咬钩了。”夜幕降临，科研公司的大楼逐渐安静下来。凌晨1点半，我和林夏以及周峰带领的特勤小队正坐在地下2层的绝密监控室里，屏幕上10几个红外高清摄像头死死盯着 A 区核心机房的每一个死角。林夏双手抱胸，目光如炬地盯着屏幕。张所，你觉得会是谁？很快就知道了。时间1分1秒的流逝，凌晨1点45分 ，A 区走廊的尽头出现了一个模糊的黑影。那人穿着一身深色的清洁工制服，推着一辆清洁车，戴着帽子和口罩，低着头，
步伐却异常沉稳。周峰冷冷的开口，对着耳麦下令：“各小组注意，目标出现，不要打草惊蛇，放他进机房。”那个清洁工熟练地避开了2处常规的巡逻路线，显然对科研公司的安保漏洞了如指掌。他来到机房沉重的防爆门前，并没有强行破坏，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特制的万能磁卡，轻轻一刷，原本需要我的指纹和虹膜双重认证的防爆门，竟然悄无声息地划开了。最高权限的后门卡。周峰眼神一凛，能在安保系统里留下这种后门的，全所不超过3个人。清洁工溜进机房，径直走向了我白天指定的那个独立服务器。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类似于 U 盘的小型设备，准确地插入了服务器的物理接口。屏幕上的数据开始飞速滚动，正在疯狂拷贝我伪造的那份核心补丁代码。就在进度条达到 99% 的瞬间，行动！啪！机房的无影灯骤然亮起，刺眼的白光将那个佝偻的黑影彻底暴露。李董事长，这么晚了，还在亲力亲为的体验保洁工作呢。虽然戴着口罩，但那双惊恐万分的眼睛，以及他下意识护住切密 U 盘的动作，已经彻底出卖了他。林夏和几名全副武装的安保如鬼魅般从暗处涌出，瞬间将他按倒在地，扯下了他的口罩和帽子。看着那张熟悉的、平日里总是挂着慈祥微笑的脸，我心中的厌恶感达到了顶峰。李建国，科研公司的最高领导，公司重金培养的老专家，徐子晴的恩师兼干爹。常书豪，你算计我！李建国被死死压在地上，眼睛也摔碎了，声嘶力竭地吼道：“这代码是假的！”周峰从门外大步走进来，拿起那个 U 盘掂了掂，冷笑道：“别动！”李建国，隐藏的够深啊！如果不是你为了捞徐子晴露出了马脚，我们还真查不到你头上。我没有泄密，我是冤枉的。李建国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死死盯着我。书豪，你听我解释，我是为了测试系统的安全性。测试系统安全性，需要用带有 M 国加密形式的微型拷贝器。这需要你当初瞒天过海，让何静那个犯人进入核心区。你当初之所以认徐子晴当干女儿，百般提拔她，根本不是因为她是什么卫星天才，而是因为你老了，快要退休了，你需要扶持一个听话的傀儡，继续为史密斯窃取科研机密。徐子晴自以为聪明，其实不过是你推到台面上吸引火力的挡牌。他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整个人像是一滩烂泥般瘫软在地上。周峰拿出一份文件，冷声宣告：“李建国，你儿子在海外名下的账户里，每个月都会多出10几万美金的科研咨询费，你真以为我们查不到吗？”听到儿子2个字，李建国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突然癫狂地笑了起来，眼泪鼻涕流了一脸。是我干的！凭什么我为科研奉献了一辈子，拿的那点死工资，连给儿子在国外买套好点的别墅都不够？史密斯能给我几百倍的钱，我有什么错？老实点！你的错在于你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带走吧，他的下场会比徐子晴更惨。毒瘤终于被连根拔起，但我知道，与史密斯这个跨国商业间谍头目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李建国的落网，在科研公司高层内部引发了一场隐秘而猛烈的地震。短短1周内，科研公司局雷霆出击，顺藤摸瓜地将李建国这些年安插在各个边缘岗位的眼线，以及他利用职权建立的灰色利益输送链条，连根拔起。审讯室里，曾经高高在上的李建国，此刻仿佛苍老了10岁。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他像倒豆子一样，将自己知道的关于史密斯的所有情报和盘托出。史密斯现在日子很不好过，因为何静和徐子晴的接连覆灭，他在 M 国情报部的威信大跌，他急需破晓项目的核心数据来打一场翻身枪，所以才会不惜暴露我，逼我在最危险的时候动手。我站在单向玻璃后，听着耳机里传来的供述，转头看向身旁的周峰。既然史密斯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我们一直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出击。说说你的想法。所以李建国虽然落网了，但史密斯那边还不知道，我们可以利用李建国的身份，给史密斯设一个局。史密斯的最终目的是破晓的源代码。如果在李建国原本承诺交货的期限内，我们让他顺利拿到这份数据呢？张所，你想给他们下套？没错，我不仅要给他数据，还要给他一份看似完美，实则暗藏杀机的数据。只要史密斯敢把这份数据接入他们的情报分析系统，我保证，不仅能摧毁他的算力，
还能反向追踪锁定他所有海外秘密账户的资金流水。这招叫引火烧身。不过技术上的事情我外行，你有几成把握？10成。因为这份数据我早就准备好了，原本是防着徐子清的，没想到最后用来钓了一条更大的西方恶鲨。计划代号定为逆风。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把自己锁在最高级别的地下实验室里，日夜不停地修改那份诱饵数据。这不是普通的数据造假，要骗过 M 国最顶尖的情报分析专家。这份数据必须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算法上超前绝后，甚至连运行初期的反馈都要完美符合他们的预期。唯一不同的是，我在底层代码的极深处植入了一个名为幽灵的潜伏式木马，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数据未被完全激活前，它是一串安静的冗余代码。一旦接入高算力网络，它就会像病毒一样疯狂增值，反向掠夺最高控制权。半个月后，通过李建国之前交代的一条隐秘的境外暗网通道，这份价值连城的数据包被成功发送了出去。发件人的 IP 经过了99层跳板加密，伪装成了李建国绝望中发出的最后一击。发完数据的当晚，我和林夏坐在科研公司天台的长椅上，夜风微凉，吹散了连日来的疲惫。你觉得史密斯会上当吗？林夏破天荒地递给我一听冰啤酒。他会的，因为贪婪和傲慢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基因。我喝了一口，目光眺望着远方城市的霓虹。当一个人身处悬崖边缘，看到一根自以为能救命的稻草时，他是没有理智去分辨稻草里是否藏着毒蛇的。而在大洋彼岸的 M 国，一处戒备森严的地下情报中心内，满头银发的史密斯正死死盯着眼前的超级计算机屏幕，看着进度条一点点达到100%。史密斯，数据解析完毕，没有发现任何已知病毒，底层逻辑极其精妙。确实是 Z 国破晓项目的核心算法。张书豪啊，张书豪，你毁了我的养子，端了我的暗桩，但最终你的心血还是落在了我的手里。他猛地攥紧拳头，立刻将数据接入天眼主系统。我要在明天的听证会上拿着这份投名状，让那些反对我的蠢货闭嘴。史密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狂妄敲响了自己覆灭的丧钟。在 M 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当诱饵数据被正式接入情报部天眼主系统的那一刻，我植入的幽灵木马彻底苏醒。起初只是一台服务器出现了轻微的过载警报，短短5分钟后，警报声如同瘟疫般蔓延至整个地下指挥中心，所有的屏幕瞬间变成了刺眼的血红色，疯狂闪烁着乱码。系统底层权限正在被未知程序强行篡改，防火墙失效。警报，史密斯，您的个人离岸账户信息以及未经国会批准的黑色行动经费清单全部被打包上传到了国际公共匿名网络。史密斯如同被抽干了全身的血液，瘫坐在皮椅上，看着大屏幕上自己的那些肮脏交易和见不得光的受贿记录被一条条公之于众。他知道自己彻底完了。当天下午，国际新闻频道插播了一条突发新闻：M 国科研公司情报部史密斯因涉嫌严重的内部贪腐、非法挪用科研资金以及设立秘密黑监狱，已被正式逮捕。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屏幕上那个戴着手铐、被押解着走出大楼的颓废老头，平静地关掉了电视。至此，因为徐子晴出轨而牵扯出的一张庞大跨国商业间谍网，在我的反击下彻底土崩瓦解。恶人终究迎来了他们应得的下场。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林夏拿着一份新的文件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少有的轻松笑意。逆风行动圆满成功，另外上面批复了破晓项目下个月正式进入实体验证阶段。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万里无云的晴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我的前半生被背叛、谎言和阴谋填满，而现在阴霾散去，属于我的破晓终于真正到来了。